美国大兵渡过泥沼后，丛林中出现了敌人的身影。正当他们举起手中的 M16想要开枪时，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手中的步枪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正常工作。此时，林中响起了 AK 的声音。以上是越南战场上最常见的一幕。这场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打到70年代才结束的战争，是美苏两国主力步兵武器最激烈的试验场。在这个试验场中，被寄予厚望的美军下一代步兵武器 M16自动步枪，因为各种原因可靠性极差，发挥远不如对面的 AK 来得好。而这也导致了 M16以及整个 AR-15 家族在未来的很多年内都有着不可靠的刻板印象。那到底有没有一支 AR-15 有着和 AK 一样的可靠性呢？自从那场震惊世界的袭击之后，全球反恐战争及 GWOT 也就随之拉开了帷幕。2001年10月19日，来自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的 A 类特种作战集群第595小队，乘坐第160特航团的 MH-47 特种作战支奴干直升机，趁着夜色飞越新都库什山脉，进入马扎里沙里夫南方，和等候在那里的阿富汗当地武装会合。而另外一支小队 ODA-555 则进入潘兴希尔峡谷，和等待在那里的中情局人员接头。至此，世界特种作战史上最伟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持久自由行动”正式进入地面接触阶段。在刚进入阿富汗时，作战行动人员还是使用着90年代开发的 M4 SOP Mod 1，它是 M4A1 的改进版本，拥有更多的扩展选项，包括瞄具、握把、雷射指示器以及枪口装置，但是其本体依然是一支标准的 M4A1，这就带来了一些显著的问题。在90年代或者是00年代 ，M4 或者 M16 已经发展为一个很可靠的步枪平台，并且它的优点、优秀的人机功效和绝佳的射击精度也得到了一线部队的一致好评。至于可靠性方面，相比起越南战争时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你只使用军规级别的弹药和弹匣，然后大部分情况下以半自动射击，最后按照标准程序进行维护，那么它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即便是最简单的标准维护程序，对于特种部队行动人员来说也算小有困难。当时特战人员们所配发的 STANAG4179 规格弹匣全部为铝制，在激烈的战斗中难免抛摔弹匣进行紧急换弹，这时铝弹匣会变形，卡住投弹板，造成枪械空弹故障。而且在近距离交火中使用全自动火力进行压制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会让积碳在机枪头大量聚集，和灰尘一起形成粘性物质，造成卡壳。总的来说，现在的 M4A1 对于步兵来说是一支足够他们杀敌的武器，但是在 M4A1 基础上改装的 M4 SOP Mod 1并不能完全满足特战行动人员在恶劣环境和恶劣使用条件下对于故障率的要求。恰好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特种部队所使用的 M4A1 卡宾枪面临着使用寿命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在之后特种部队都需要采购一种自动步枪，要么是继续买 M4A1，要么是买其他什么。而且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也对于特种部队使用的武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些地方，特种部队队员们往往面临着狭窄空间的战斗。在这种环境内，原本的全能长度及 14.5 英寸的 AR 枪管已经长得不可接受。于是陆军和海军特种部队开始广泛使用短突击步枪，比如三角洲使用的 M4 CQBR， 或者是海豹的 MK18 Mod 0，前者使用 10.3 英寸枪管，而后者枪管长度 10.5 英寸。除此之外，二者几乎没有差别。在使用短突击步枪的基础上，三角洲特种部队开始广泛测试一系列发射 5.56×45毫米 NATO 弹药的短突击武器，包括但不限于 SIG-552 和 G36C 等。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不是讲 M4A1 和其他短突不好，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那既然没有任何一种武器能满足三角洲的需要，那为什么不自己造一把呢？要知道，北美的民间军火市场所诞生的奇思妙想要远超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并且美国军方也从中获益良多，这次也不例外。早在三角洲测试突击武器之前，美国民间就有着一种奇特的 AR-15， 枪民们拆掉 AR-15 的导气管，换成一根活塞，将气吹式附近系统改进类似 AK 的活塞式附近系统，
这样做的好处是，使用活塞之后，火药燃气仅推动活塞，而不是直吹枪机。这样比较脏的火药燃气就不会在枪机上结构，射手只需要勤清理活塞组就可以保证枪械的清洁。这也是 AK 为何如此可靠的秘诀之一。这个结构受到了一个人的关注，三角洲队员拉里·艾伦·维克斯。据一些资料所说，他是 AK-47 的铁杆粉丝，自然也对这种结构了如指掌。当时 HK 公司负责的军用产品负责人吉姆·史卡茨正好去三角洲突击队访问，拉里在和他的聊天中萌发了想用活塞式结构改进 MCA-1 突击步枪的想法，二者一拍即合。当然，活塞结构 AR-15 并不是什么新鲜设计，别说北美民用市场，就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军用活塞式 AR-15 也不是 HK 开的先河。早在1975年，台湾在研制 T64 步枪，也就是现在的 T65 步枪的原型枪时，就是直接把 AR-18 的活塞结构挪到了 M16 步枪上。当然，此举是出于无奈，因为台湾生产的 5.56 毫米 NATO 弹药发射药燃烧不充分，简单来说就是比较脏，让 M16 原样使用会频繁故障。而世界上第一支活塞结构的 AR-15 则是科尔特公司在1969年研制的科尔特703。只不过这个时候，科尔特703还是和 AK 一样的长行程活塞结构，而非现代活塞 AR 上的短行程活塞。我们将话题转回到 HK 身上，既然造一支活塞 AR 不是什么难事，还有各种前辈可以参考， HK 的速度自然非常快。新的 HK 活塞 AR 项目于2002年立项，在2004年2月11日的拉斯维加斯枪展上， HK 就拿出了他们的作品，一支拥有传统圆形护木、平顶皮卡丁尼导轨机匣的短行程活塞式 AR-15， 商品名 HK M4。 当然，这时的 HK 还对北美昆棍了解太少，毕竟 M4 这个名称是有商标权的，贸然使用 HK M4 的名字，怎么会不吃官司呢？果不其然，手里握着 M4 这个名称商标权的科尔特一纸诉状，将黑克勒科赫告上了法庭，勒令他们的枪械不许使用 M4 进行命名。即使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就是一支改装了短活塞系统的 M4 而已。在放弃了 HK M4 这个名称之后， HK 的新项目就开始改名，最终的名称被确定为416，意为 M4 和 M16 的结合体。2005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HK 416生产型样枪被 HK 推出，一代特种部队的传奇也就此诞生。HK 416是一种由德国黑克勒科赫公司设计和制造、发射 5.56×45毫米北约标准弹药的突击步枪。它的主要设计基于 AR-15， 可以看成是 AR-15 系列枪组，但本体使用的是 G36 短行程活塞式的自动结构，这也是 HK 416和传统 AR-15 最大的不同。由于身上存在着三角洲的血统，所以 HK 416是一支绝对的特种部队之枪，它和传统的 M4A1 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同。首先，为了解决 STANAG 4179铝制弹匣经过摔打之后造成的供弹不畅的问题， HK 为每一支416都配备了钢制的4179弹匣。虽然钢弹匣比铝弹匣更沉，但也更不容易变形，必要的时候钢制弹匣甚至可以拿来当啤酒瓶起子或者是近战武器。其次， HK 416的前护木设计非常具有开创性，它采用了独创的四面皮卡丁尼导轨护木，可以容纳更多的扩展配件。护木顶端导轨和机匣顶端导轨连通，可以安装热成像等较长的光学设备。护木和机匣的连接取消了原本 M4A1 上的太阳环结构，此结构如果想拆解护木，就必须要使用特制的扳手。对比起这种结构， HK 416的护木结构更加便捷。它通过机匣和护木顶端的凹凸，在平面上限制护木旋转的同时，在底部使用一颗十字螺丝限制护木的前后移动。整个护木就只有这两个固定点，大大减少了维护保养时拆装护木所花费的时间。然后 HK 416还采用了那个年代非常新颖的浮质枪管设计，其大概原理是，当枪管发射时，由于枪管和护木有刚性连接，所以枪管会受到护木传来的反作用力，导致子弹落点产生不良反应。如果护木和枪管只在比较坚固的机匣位置有接触，那么在射击时枪管处的扰动就会被减到最小，大大提升射击精度。这个特点最早也是被三角洲特种部队应用于实战中的。在 HK 416前，他们就已经拥有了浮质枪管的 M4A1。在 HK 的测试下， HK 416的精度为15000发内 2MOA， 单发精度小于 2.5MOA， 远低于 M16 步枪验收时 4MOA 及格线。最后 HK 416真正堪称特种作战之枪的一点是，它考虑到了 GWOT 时期特种部队的切实需求，即在短突击步枪上使用消音器的需求。在之前的 M4 ZQBR 上面，一般使用的是 NT4 消音器，
消音器的工作原理是将一部分火药燃气留在消音器内减速，让它们缓慢溢出枪口，同时减速子弹，这样子弹和火药燃气都没办法超过音速，自然也不会产生爆鸣，也就是枪声。但将一部分火药燃气留在消音器内，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火药燃气无法直接从枪口溢出，在压力的作用下，它们就会找其他的地方脱离。本来短管步枪的枪管太短，无法在枪管内燃烧完全部的火药颗粒，这样一来，它的膛压就会非常高。再加上消音器，燃气无法快速从枪口脱离，就会通过枪管反冲回枪机。当安装有消音器的 M4 CQBR 开火时，火药燃气就会从枪管灌进枪机，从任何缝隙间逃窜。大部分燃气都从炮壳窗脱离，而少部分则从垃圾柄通向射手脸颊。这主要是因为所有 AR-15 的 T 字垃圾柄基本都不密封，所以当 M4 CQBR 开火时，射手往往会被火药燃气冲一点，干扰视线倒是小事。真正危险的是，火药燃气里会携带有不安全燃烧的残渣，会影响射手的呼吸系统和视觉，对健康造成损害。但 HK416 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可以说 HK416 从原理上就避免了火药燃气打点的问题，因为火药燃气只作用于枪管上方的活塞组，而不会进入枪机，这也就让火药燃气打点这个问题无从谈起。这也允许让特种部队操作员们时时刻刻使用消音器进行射击，而无需在针对特定目标时取下消音器。而且在测试时 ，HK 的工程师们还发现，短活塞而非直接气吹的附近方式，大大增加了 HK416 的寿命。因为气吹附近推动枪机的是灼热的火药燃气，在射击中，枪机会反复经历加热、冷却再加热的循环，最终这些热量会让枪机组内部已经涂好的适量润滑油快速挥发，从而让整个枪机摩擦力增大。同时，火药燃气所带来的积碳也会附着在枪机表面。一来二去，在长时间使用时，枪机和枪机框会呈现一种干燥的硬摩擦状态，不仅会引起故障，还会飞速降低枪械的寿命。而在 HK416 上，由于采用短活塞附近，所有火药燃气的热量都只作用于活塞头，而枪机附近导杆和活塞杆等部件都是在冷运作，这大大延长了全枪寿命。你甚至可以赤手触摸刚开完枪的 HK416 的枪机和活塞组，而这种行为在传统气吹 AR-15 上绝对会被烫掉一层皮的。冷运转让 HK416 全枪寿命大幅度延长。HK 公司的工程师们曾经使用一支 HK416，在发射26000发子弹后，枪械所有部件都没有出现结构性破坏。HK 公司宣称 HK416 枪管寿命大于15000发，而零部件寿命大于1万发。与之对比 M16 的寿命仅大于6000发，由此 HK416 的优秀可见一斑。正是因为 HK416 如此优秀，它自从诞生起就成为了美军联合特战司令部中的 SMU 即 TIER1 单位的御用枪械。第一批装备这些单位的 HK416 是 HK416D， 这也是 HK416 第一个生产型。三角洲和海豹6队率先拿到了这些武器，并且在使用中逐渐完善了它。那些无法第一时间获得 HK416 的部队，比如其他 TIER3 的普通海豹，则使用 HK416 上机匣加 M4 下机匣的方式，让自己提前享受到 HK416 的精度和寿命。而且自反恐战争中诞生的 HK416 自身也堪称头目终结者。死在这支枪下的，除了引爆全球反恐战争的本拉登，还有臭名昭著的巴格达迪，被这支武器就地正法的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HK416 随着美军特种部队出现在每一个全球反恐战争的地区，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反恐战争的符号。当然，这么好的枪也是有一点小缺点的，比如 HK416 的前端既有枪管，又有活塞，还有一根大护木。这些零部件让枪的重心呈现出头重脚轻的姿态，在战斗中，端枪的辅助手会很快疲劳，不利于长时间战斗。除了重量，还有一个问题在于，随着枪械技术的长足发展以及材料学的进步，气吹式 AR 武器也可以做到和 HK416 一样的寿命和精度，也可以和 HK416 一样可靠。比如海豹6队新换装的 NOVE SKE-N4 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因为这些小问题 ，HK416 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渐从美军特种部队转向世界军火市场。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过的 ，HK416 作为一支可靠的 5.56 毫米自动步枪，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是贵并不是枪的缺点，而是采购方的缺点。因此，那些不差钱的采购方往往会选择更可靠的 HK416 作为自己部队的标配。最开始的两种 HK416 是 HK416C 和 D，D 就是使用10英寸枪管的型号，也是最常见的型号。而 C 则是使用钢丝伸缩托和7英寸枪管的 PDW 型号，但是实际上没什么人用，因为7英寸 5.56 毫米突击步枪打起来实在是太挑了。
除了 HK-416C 和 D 之外，美军中还有一个 HK-416 家族，但是不叫 HK-416 名字的，被称为 M27IAR。原本这种武器是被当作班用自动武器，也就是 SAW 来测试的。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18年突然宣布 M27 将成为陆战队普通士兵下一代突击步枪，打了国会一个措手不及。下一款 HK-416 是被采购的最多的 HK-416， 即 HK-416A5。它和 D 型的区别，通过扳机护弓和导气座就能很方便区别。这也是法国步兵下一代自动武器。法军采购版本被称为 HK-416F。另外，作为德国军火企业，德国一些执法部门也装备有相当数量的 HK-416A5。在这些政府采购大单之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挪威的 HK-416A3。它长得和 HK-416D 基本一样，没有 A5 的可调导气箍以及弧形扳机护弓。这又是怎样一种型号呢？其实很好理解， HK-416 家族中 HK-M4 应该算是 A1， 而海豹和三角洲的 416 虽然标志有 D， 但是应该是 HK-416A2。D 只代表德国生产制造的意思，与之对应的是挪威型 HK-416 虽然是 A3， 但实际上被叫做 HK-416N。 法国型 HK-416 虽然是 A5， 但是被称作 HK-416F。 在挪威的 A3 和后来的 A5 之间还有一种 HK-416A4， 但这个改型实际上很小，只是在 A2、A3 基础上增加了2道火扳机。与 A4 相同的是 A6， 也是在 A5 基础上小改，只增加了重型枪管。最终级的416型号是德国特种部队现在正在使用的 HK-416A7， 最大的区别是换装了特殊的导轨，并且更换了快慢机。在原本的 HK-416 上使用的都是 AR-15 样式的90度快慢机，而 A7 则将快慢机更改为了45度。这一点和德军自用的 G36K 的逻辑一致。自此也不难看出 HK-416A7 主要就是为了替换那些已经濒临淘汰的 G36K。 这种中级416被德国特种部队采购了1745支，并定型为 G95。 至于这支步枪最后会有怎样的表现，能不能在后反恐战争时代延续 HK-416D 的辉煌，那就有待时间检验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视频见。